大家好，这节课呢，我们讲解花苞的快速入门画法，是根据上一个视频来的，主要用到的颜色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。好，我们的二呢是这个啊，二是这个上面这个二，我们二的我把它平铺的移下来了啊。我们现在这个呢就是向下的啊，向下的，那么这个就是定位花瓣啊，定位花瓣。那么向下说明它的花头是朝下，那你就知道你的运笔方向是朝哪里。运笔方向是朝下啊，朝下。好，它的运笔方向是往下走，这边也往下走。你只要搞懂了方向感，你看这些应该都往下走，然后在这个圆的地方就是它们聚集的地方啊，所以这个运笔就是向下。我们向下运笔啊。好的，好，这向下运笔，那么花瓣就往下走喽。好，我们这是一笔啊，一笔画出来，然后右边呢再来一笔。这个笔不顺手，慢一点啊，笔尖儿朝着这个线往下走，是不是就往下走了？我们接着啊，接着。往下走走，这还是刚才画的反瓣啊，一笔、两笔都可以啊。你看这个地方你就给它包起来，这种是最简单的哈，就是对你们新手入门的。但一旦你过了新手期，这些都会变了啊。我们会用其他的方法去包，就是由简单的到难的，一步一步来啊。好，这个还是跟之前一样，切花瓣，这是第二层花瓣啊，切第一层，切的时候笔尖儿要干一点，有一点点的重色啊。好，这就第二层切出来了，始终是要去补充颜色啊，补充颜色。然后呢，如果你觉得花心太大了，你还可以继续切。要觉得足够的话呢，就可以停。好，哎，这可以再切一笔小一点啊，里面再切小一点、碎一点的瓣都可以啊。好，这就切出来了。现在这些空白的地方呢，我们留着画正瓣啊。我们现在开始加正瓣，加点正瓣啊。就是我们平时练习的时候，我告诉大家。你就搞很多像我这样的小一点的纸啊，你买好一点啊，买好一点，不差钱，都买好的。然后练习的时候呢，直接一张一张的，每一张画一个花头，等你练的差不多，把叶子啊、枝干都加上啊。就是每一次练习当做画作品来对待啊。好，这个地方画正瓣，看正瓣我刚才是调的玫瑰红、牡丹红、胭脂我不要，我现在再回来调一点牡丹红，那也是可以试一下啊。好，这个就可以，这个是正瓣啊，正瓣。那这边再来一笔正瓣啊，再来一笔。好，是不是就包起来了？你看这个色度变化不是很大，你看了没？但也能分清楚正的和反的。那外面呢，再包一层啊，再包一个。所以老师的课上都是，灵活运用啊，学完了就要去用。好，再来一个。要是一下讲多了呢，画不出来了。好，这是正瓣啊。继续加，笔尖调点胭脂啊，来一个大的。好，这边可以来一个大的。我就是第一笔调了胭脂，后面都没有啊，没有，家人们。来，从这里呢，一个大弧形上来啊。哎呀，我把这个箭头
完美的覆盖了，真好。好，是不是就包出来了？是不是什么方向都能画的？就这么简单啊！所以我教的这个课程还是有逻辑性一点啊。所以大家拍了老师的课程，你就给的自己一个快速进步的方法呀。虽然直播间能看，下播基本上还给我了。那这样就可以画好了啊，这边没有空间，这笔先不画了。那么画心的地方呢，直接去切啊，直接调胭脂去切，调一点胭脂啊。好，边儿的地方先切好啊，水分不要大，把这个外瓣的这个造型切出来。中间等会儿去涂一下就可以啊。好，继续切，再调一点胭脂，涂一下，平涂一下，是不是就画出来了？哦，画牡丹就不那么难了。就是这种方法，你练会了，后面你画花头。就是在外面再加花瓣嘛，加一些大的正瓣的、反瓣的，还有这种侧瓣呀，就往后继续加不就完了？那个加的时候就是把这个花苞画大一点再加啊。这个现在是花苞有点小，如果加的太大了，显得有点雷同啊。这是你看是不是不同朝向的？像右下方、正下方，对吧？往右的。老师，你玫瑰红好粉，我的为什么没有你漂亮？因为你调色没我调的好呀，因为你调色没调好啊。这个调色很重要啊，调色很重要。看着简单，画起来比较难。画起来比较难，谁画起来不难？画起来都难，因为你可能零基础吧。那今天讲的就是零基础啊。今天我们从头儿开始讲的，对吧？如果今天讲的是一个流程啊，就是讲了反瓣如何去运用这个反瓣，如何运用这个反瓣去包花头，就是这么来的啊。怎么调？刚才讲了呀，就是先调底色呀，先用毛笔把底色调匀，先用毛笔把底色调匀嘛。你看，就这样调匀，调匀了之后呢，调玫瑰红呀，就是一定要调匀啊，然后比例要掌控好。我这个比例我是比较随意的，因为我太熟练了。我早上还给大家讲了这个调色啊，在群里给大家讲了。大家有没有看到？我今天早上在群里还讲了啊，因为我发现有同学有这样问题，所以我今天直播又讲了一遍。然后呢，调色嘛，你看，我这里面加了一点紫色啊，加了一点紫色，你也可以不用加，加了一点紫色，然后再调玫瑰红的，因为我要红里偏点紫。你要是粉红就不要这个紫啊，你可以挑玫瑰红嘛。你看。先把它全部调匀，调到整个笔根部啊，调满整个笔根，看到了是吧？对，就按照那个调就行啊。你看，调满整个笔根。你看我们的课程啊，我们改了作业，然后直播的时候呢，顺带把这个再讲一下。所以作为我的学员呢，都是比较幸福的啊。现在很少有主播能做到这个。你看啊，是不是就调匀了？就是你这个笔是匀的，那你画起来的，画的时候就是匀的啊，画的时候就是匀的。笔尖再回来调一点牡丹红，那么就由浅到深就过渡好了。你看，不要在这画啊。
你看我们画这个，画一个这个啊，因为这个是定位花瓣，它的花头的方向朝这边，对吧？那运笔呢，所有的运笔要围绕着花头的朝向去做啊。如果你不围绕着花头的朝向，你就有可能趋势不对了。你看这个呢，这个是向上的，对吧？这个还是定位花瓣，往上走，往上走啊。切瓣笔尖要尖一点，水分要少一点，沿着外瓣的趋势来切瓣就可以啊。你看我这个瓣是不是弧形是这个样子的？所以我弧形就往这边走。你看这个弧形是这样，这个弧形就往这边走。你就是把这个颜色调干一点啊，用笔尖调一点深一点颜色，就能切出来啊。你看我们切一个吧啊，好，在这个上面切啊，我们先把它画出来啊。这个方向，这个定位的方向你搞清楚了啊，运笔的方向也搞清楚了，花瓣运笔的方向也搞清楚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就运笔吧，往上走啊，你看沿着这个运笔方向往上走，往上走走啊，往上走。那么这个运笔方向往上走，你只要按照这个方向没有错啊，怎么画都可以啊。我还是给它包起来啊。如果你这个一步画好了，后期我们就可以画很多不同方向的、不同形式的啊。这个还是包菜式的啊。来切第3层。啊，这个是切瓣，你看切的时候呢，笔尖要干一点啊，调一点点重色，你看，慢慢的走，慢慢的走，是不是就切好了？可以碎瓣啊，一笔不行2笔，这不就切好了？再来一笔。切泡糊了是水大了，水大了拿个废纸吸一下。你看我这个水就不大，我这个还是半生熟的呢。你看这样就可以啊。你看我这水不大啊，控水，水大你可以白粉多调一点啊，白粉多调一点点。好，接着再切一圈啊。你看就是笔尖儿，所以要笔尖儿有弹性的笔啊，弹性的笔，这个笔尖儿就可以细一点，画出来就不会毛糙啊，不会开叉儿。好，这边再切一笔啊，再切一笔。好，切到这儿呢就可以了啊。然后中间等会儿留着画这种用胭脂进行涂吧。好，我们可以把正瓣填上啊。那这个正瓣呢，我们调这个牡丹红啊，调牡丹红，多调一点颜色啊，调牡丹红。好，我们把正瓣给它切出来啊，切。好的，来，正瓣颜色深一点啊，深一点点。正瓣切，来再切啊。就是笔尖还是始终要记住啊，沿着它这个内层的这个花瓣的边缘线去走线啊。走的时候你就是笔尖一定要尖，所以我说要很好的弹性，弹性很好的狼尖毫毛笔啊。那个尖儿就是狼毫的，说白了。我们你看这个呢，你可以再加一个大弧形。看边上呢，我可以再加一点，把它覆盖上啊。我们调一点玫瑰红，再加点牡丹红。这个颜色要一点一点挤啊，一点点挤，用多少用挤多少啊，不是咱小气，是真的干了不好用，也不想用。干了之后，好，我们再切，把边上的啊，你看把这个加一个正瓣啊。你看加正瓣外边上这个瓣比较大，我们可以把笔完全躺倒啊，躺下去，放倒、卧倒，然后再去推。这边呢，你这边也可以加一个啊，看我加一个。
就是外面的瓣颜色要大一点，重一点啊。好，这个小花苞就感觉在开心的笑，你发现没有？从中笑，但开玩笑嘛，开玩笑哈。要是好，你看这边上还可以加一个啊。严厉啊，要严厉一点。好，这样你可以这样就可以啊。当然，你外面也可以继续加一点，咱别加了，再加没地儿画了，再加太大了不好看。花苞就是要像个花苞啊。我们中间呢，你看中间我是把笔洗了一下啊。如果你不洗笔，会有白粉泛上来，然后这个胭脂呢，就颜色不够彻底啊。好，先把外边缘切出来了，然后呢，光滑的地方点一点锯齿，还是要控水啊，一个调色一个控水很重要。你看这个小花花又画好了，发现没有？就是用老师这种方法，你练下去是不是各个方向都有了？朝右的，朝下的，对吧？朝上的，这个画完肯定就是朝左的，这个是朝左下方，朝左的，是不是这样画就很管用啊？看到吗？然后再把它画上花心儿，那这个就非常好看。这个小花苞大家别小看了，在绘画当中非常好。给你们看一个小作品啊，看一个小作品。有时候一个小花苞呢，你看啊，这个小花苞在我们作品当中呢，是添色彩的、添彩的，所以我们要画小花苞。你看啊，再给你们解析一下，你看这一块包起来是不是花苞？这块是不是花苞？那么花头是怎么样？把这个花苞扩大一点，外面再加一些瓣，是不是就是花头了？对不对？你看这个跟这个是，你看啊，你看这个花苞是不是这个花头的朝向？你们看这个花苞是不是这个花头的朝向？花头只不过是把花苞变大了而已嘛，再加一些花瓣嘛，把这个小花苞扩大一点，周围再加一些花瓣，是不是就能变成这样的花头啊？你看啊，等你这种画熟了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画这一种。这一种呢，它要有包一点，外面呢要有分开。那这个呢有多和少的区分啊，还有颜色呢，这个花头有紧，就这个地方聚拢的地方有聚，那么这些有散。那么这个是精品课程提高之后你会要用到这一种啊。那目前呢，你是小白，你就老老实实的按照老师的这个方法去把花头，把这种花苞画好。这个是紧凑型的，这种也是非常好看的。给你们看一个啊，看这个，你们看这个小花苞是不是？这个小花苞就画的松散一点，就是我们基础的啊，零基础的画这种比较简单。等你提高了之后，你会有什么要求？色彩的变化要求，还有这个花头开合的要求，这些呢需要多观察吧。对花头的这个结构还有姿态了如指掌的时候呢，你就能画出这样的。还有哪一种呢？大家看这一种啊，还有这一种。这一种呢，你们就很熟了，对不对？这种是不是就很熟了？这个就是我们刚才画的这种，对不对？这种就简单，包起来，把它想象成一个包子或者一个橘子，包
包的结结实实的，这种就可以啊。这种就是刚才给大家教的这种，就是说随着你的绘画水平的提高，那你这个要求也是不断的提高的。那这个属于基础啊。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，在我们零基础课程里面有啊，零基础课程里已经有了。